不想再多养一头猪了。大家看过这个视频吧？当时真的给我笑喷了都啊！今天我讲的这个呀，是个现实版的真事儿。上个月呢，我给一个89年的男生介绍对象嘛，他们家里啊还真就是养猪的啊，人家就是做这个生意的，家里还挺有钱。在北京呢有2套房产2辆车，男生自己呢也上的是985大学，人也挺聪明的。但是这个男生他比较低调，希望呢自己能找一个朴实一点的，能踏实过日子的女的，不那么物质的姑娘哈。结果太不巧了，那天呢跟他相亲的姑娘一上来就问了他一大堆的问题，房子、车子、收入、存款、资产等等哈，问了一溜够，完全暴露了自己物质女的那副嘴脸。所以这个男生就说了，我没房啊，我也没车，我也没啥资产，家里边就是养猪的。于是这姑娘啊气得不行了啊，当场就炸了，说什么你家里养猪的，那我可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嫁给一个养猪的人，这个条件怎么配得上我的高学历呢？后来啊这个女的就跑来质问我哈，她说你不是说他们家里做生意的挺有钱的吗？有房有车的，但是她自己跟我说的跟你说的可不一样啊，这到底怎么回事？你不会是在糊弄我吧？于是哈，我真的是没办法，我就把男生啊给我提交的那些房产证明、收入证明哈，全部给他看了一下。我还告诉他啊，是因为他没看上你，所以啊才跟你说这些的。这回这个姑娘一下子就泄气了哈，说那怎么就没看上我呢？当时她看资料的时候，不还挺想认识一下的吗？哦，我说你知道吗？跟一个相亲男的去问他的房产、资产、存款的时候，就跟一个相亲男生在问你跟几个男人睡过觉、怀过几次孕是一样的道理，非常令人下头，你知道吗？这回他真的后悔了啊！结果呢，回去之后呢，又去联系那个男生，结果人家就给他回了一句话：抱歉哈，我们家就是养猪的，但是我不想再多养一头了。大家说是不是很尴尬吗？你们知道现在在北京啊，男生相亲到底有多牛啊？我给你们报几条哈。第一，他们绝对不做舔狗啊，约会3次说没感觉的，立马就换人了。第二哈，买房子没问题啊，想跟他一起买也可以啊，各买各的呢也行，但是让他单独加你的名字呀，门儿都不会有。第三，北京虽然没有硬性的彩礼规矩，但是你要提彩礼也行，只要你的嫁妆准备好了也可以。既然说传统嘛，那咱就按传统的来办，协议得签好了啊，彩礼全部都得带回来。最后呢，婚前体检必须做，关键指标一项都不能漏查。各位北京的单身朋友们，对于这个事儿哈，你们怎么看的呢？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这是来自一位女生的自述啊，我很喜欢她，但是呢，我不会嫁给她的，因为我知道我嫁给他，我的日子会很苦，我也不会幸福的。因为他的脾气、他的家庭条件以及各个方面的缺陷，放在感情里面都是可以包容的，但是放在婚姻里啊，就是扎向自己的刀。我觉得在爱情里有遗憾是可以被包容的，但是在婚姻里要是有隐患就麻烦了。连民政局的标语啊，也时刻在告诉我们，结婚最重要的就是稳定的情绪和良好的财务，而不是某个人有多爱你。和你分开我是会舍不得的，但是跟你结婚注定是个悲剧，那又何必呢？这个就是成年人的世界了，清醒即理智，对吗？你们知道吗？有一种很神奇的男女关系，两个人不管接触了多久，也不管他们的关系已经有多亲密了，即便是这生米啊都已经下锅了啊，只要这个女生问男生咱们现在算是什么关系啊，男生基本上都会回一句你说什么关系就是什么关系呗。这个时候女生一般都会很生气啊，直接就跟你提分手了。你们说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大家见过狗相亲吗？反正我是头一回听说。前几天有一个北京姑娘哈，来跟一个小伙子相亲嘛，那就带着她的狗呢一起来的。原本我以为这个姑娘就是想缓和一下相亲的气氛嘛，结果呢，人家才不是呢。她是这么跟我说的，我们家的狗呢是会看人的，觉得善良的呀，它就会很热情，不善良的呀，它就会咬，对人家不友好。我都相亲好几次了，我都带着它，我就想让我们家狗看看，被咬的呀我就直接 pass， 热情的呢我就待定，我家狗喜欢的呢我就会喜欢，狗不喜欢的我都不考虑了。你看我的闺蜜就是这么找到她老公的，现在人家过得可幸福了。听起来是不是像个笑话？但是这是真事儿啊，狗是能感觉到人品好坏的，所以呢狗不喜欢的男朋友是一定要考虑一下的。我也给他说的蒙圈了，反正我就觉得
大家觉得这个事儿到底靠不靠谱呢？咱到评论区讨论讨论吧。以后就不要跟我问这么傻的问题了，好吗？男朋友变得忽冷忽热是啥意思呀？还有啥意思呀？他对你忽冷的时候，就是在对别人热呗。他忽然对你热情啊，那就是别人在对他冷。还有哈，男朋友同居8年，一直不跟我提结婚的事情，还一直保持恋爱关系，他到底咋想的呀？他还能咋想呀？他就是觉得你不够好，够不着他愿意跟你结婚，他不甘心，你明白吗？你这个时候就算倒给他彩礼，他也不一定愿意要你。你干啥要同居8年呀？别人8个月都已经结婚了，孩子都生下来了，好不好？哎，你们真的是不知道啊，北京现在相亲市场到底有多卷呀？一个30岁的女生因为家里边提了30万的彩礼，被这个男生拒绝了。结果她跟男朋友冷战了1个多月之后呢，本以为这个男生冷静下来之后会回去找她，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男生并没有如期而至。他们刚刚引闹矛盾没多久，男生这边啊就一波一波的来人给他介绍对象哈，各路女生都有。结果呢，被一个00后的女生给捷足先登了。关键的是，这个00后女生人家真的不乱花这个男孩的钱，还挺懂事儿，会规划财务啊，还会做家务。她觉得大家都是普通家的孩子，就平等对待好了。男生呢可以不出彩礼，自己呢也可以不出嫁妆，家里有现成的房子可以结婚，先住着就行了呗。以后要是一起挣钱，能买个新的也行。这姑娘实在是深得人心啊！本来呢，这个男生还有些忘不了前女友，可是这回好了啊，长江后浪推前浪，直接被00后给比下去了。结果半年以后啊，这个前女友啊真的后悔了，就回来找这个男生啊讨个说法。他说现在自己想通了，不要彩礼也可以，只要他回心转意啊就可以。可是这位男孩啊死活就回不去了嘛，就对他说啊，你知道吗？他跟我在一起啊，人家是想过日子，你跟我在一起啊，完全在谈交易。抱歉了，我这回是真的不会再选择你的。大家觉得这个男生做的对不对呢？今天我把一个客户拉黑了，知道为什么吗？情况是这样子的，我的一个粉丝啊，他已经关注我挺久了，前几天啊突然就跟我发信息说，美女姐姐，你能给我介绍个对象吗？我们家里啊催我催的不行了。我一听还挺高兴的哈，于是呢我就约他来公司，我们就聊了聊他的一些情况啊，包括他的择偶方向啊，也给他做了择偶定位哈，包括我的服务价格什么的他也问完了，都表示可以接受。哎，可是最后他跟我说，姐你看能不能先给我介绍一个试一试啊，安排我们见面之后啊，我立马就把钱交给你。结果1周之后呢，我真的给他找到了一位男士，很快就给他们安排见面了。没有想到哈，见面之后他们2个都觉得挺满意的，男士这边觉得他不错。结果啊，他见完这个男士之后呢，就并没有要给我交钱的意思了，就白不提黑不提了，而是跟我说，姐你看咱俩都认识这么久了，我也特别欣赏您的能力，你的视频我每一个都看，每一个我都点赞，你看这个男士也觉得我不错，要不我先跟他接触接触，要是我们成了的话，我会给你发个大红包。哎呀，我一听啊，我气都不打一处来了，我就没有见过这么不要脸的，难怪他会单身到现在哈。我真的啥都不想说了，我当场就把他拉黑了。大家觉得我做的对不对呢？今天我把一个客户拉黑了啊，为什么呢？情况是这样的，我有一个粉丝，他其实关注我很久了。前几天呢，他突然就给我发信息说，哎呀，美女姐姐，你给我介绍个对象呗，我们家里已经开始催我了。我一听嘛，还挺高兴的，于是我就约他来公司哈，聊了一下他自己的情况和他择偶的一些方向，服务价格呢，他也问过了，他都表示可以接受。可是最后他说，姐，你看能不能先给我介绍一个见见，安排了我们见面之后呢，我立马就给你交钱。结果1周以后啊，我就给他找到了一位男士，很快就安排他们2个人见面约会了。没有想到的是，见面之后啊，他们2个还挺满意的，男士这边也觉得他不错。结果啊，他见完了这个男士之后呢，就并没有给我交钱的意思了，就白不提黑不提了，而是跟我说，姐，你看咱俩都认识这么久了，我也特别欣赏你的能力和你做的那些视频，每一个我都点赞的。你看这个男士也觉得我不错，要不我先跟他接触接触，要是我们成了，我再给你发个大红包，你看行吗？我一听他这么说话啊，我气就不打一处来了。我都没有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真的，难怪他会单身到现在呢。我啥都没说，当场就把他拉黑了。大家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呢？
现在在北京这个相亲市场到底卷成什么样，你们真的不知道啊。一个30岁的女生，因为家里提了30万的彩礼，被男生拒绝了，跟男朋友冷战了1个多月。本以为男生冷静下来之后会去找她，没有想到的是，男生并没有如期而至。他们刚一闹矛盾没多久，男生这边啊就一波一波的媒人来跟男孩介绍对象，各路女生都有。结果呀，被一个00后的女孩给捷足先登了。关键的是哈，这个00后的女孩，人家真的不乱花这男孩的钱呀，她还特别的懂事儿，会规划财务，会做家务。她觉得大家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就平等对待。男生可以不用出彩礼，自己呢也可以不用出嫁妆，家里有现成的房子就可以结婚先住着呗，以后一起挣钱了再买个新的也行。这个姑娘实在是深得人心啊。本来这个男生还有些忘不了前女友，可是这回好了吧，长江后浪推前浪啊，直接被00后给比下去了。结果半年之后啊，这个前女友后悔了，来找男孩讨说法，说现在自己想通了，不要彩礼也可以，只要他回心转意就行。可是这回男孩啊，死活回不去了啊，对他说啊，你知道吗？我跟他在一起啊，他是在跟我过日子，而我跟你在一起呢，你是在跟我谈交易啊，所以抱歉哈，我肯定不可能再选择你了。大家说这个男生做的对不对呢？以后就不要再问这么傻的问题了，好不好？男朋友变得忽冷忽热到底是啥意思呀？他还能有啥意思呢？他对你忽冷的时候，就是在对别人热；他对你忽然热情的时候，就是别人在对他冷。还有啊，男朋友同居8年了，一直不提结婚的事情，但是呢，又一直保持着恋爱的关系，他到底咋想的呀？他还能咋想的呀？姐妹啊，他就是觉得你还不够好，够不着他愿意跟你结婚，他不甘心，明白吗？你这个时候啊，就算倒给他彩礼啊，他都不一定愿意要你。你干啥要同居8年呀？别人8个月都结婚了，孩子都要生下来了。哎，你们有没有发现一种非常神奇的男女关系？两个人啊，不管接触了多久，不管他们的关系已经多亲密了，即便是生米啊都下锅了，只要女生问男生，咱们俩现在算什么关系啊？男生基本上都会回一句，你说什么关系就什么关系咯。但是这个时候女生一定会生气，甚至她会直接跟你分手。你们说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是来自一位女生的自述哈，我很喜欢他，但是呢，我不会嫁给他的，因为我知道我嫁给他，我的日子会很苦，我也不会幸福。因为以他的脾气、他的家庭条件和各个方面的缺陷，放在感情里呢，我觉得是可以容忍的，但是放在婚姻里啊，就像扎向自己的刀。在爱情里是可以有遗憾的，但是在婚姻里呢，却是不能有隐患。就连民政局的标语啊，也时刻在告诉我们，结婚最重要的就是稳定的情绪和良好的财务，而不是某个人爱不爱你。和你分开，我是很舍不得，但是跟你结婚呢，却注定是个悲剧。那又何必呢？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既清醒又理智，对吗？在北京相亲市场非常内卷的这种环境下，还有很多的女生啊，她真的没有清醒，还在做梦呢。前阵子我这来了个很优秀的33岁的男生，他来找对象哈。刚开始呢，他理想的年龄是小自己5岁以内的姑娘最合适，于是我们就给他荐了一位30岁的女孩。可是这个姑娘就特别的慢热哈，一直呢对这个男生就有点爱搭不理的。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00后嘛，就很主动加了这个男生的微信，结果他们就聊得很火热。可是有个问题啊，小姑娘说至少要谈2年以上的恋爱才考虑结婚这个事儿。可是呢，这个男生家里催得很急啊，所以他等不起。这个男生就主动放弃了这个00后。那就在这个时候哈，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最近呢就参加了我们一个线下活动嘛，结果就认识了一个离异的女性，就比他小2岁。这个女士呢，说实话哈，人家呢就没有小姑娘那么多顾忌了，特别的大方主动，而且呢她还是北京本地的，家庭条件还不错，什么都不缺哈，人家长得还可以。那些小姑娘不懂的人家都懂啊，小姑娘不会的呢人家也都会，上的厅堂下的厨房，懂风情有韵味儿。你想想哪个男人对于这样的女生他会不上头啊，对不对？所以这个男生一下就沦陷了嘛。后来我就问那个30岁的姑娘，我说你到底是咋想的呀？结果她的回答是那相亲认识的不得让他追一追才行吗？我真的是服了。你既没有00后的青春洋溢无所顾忌，你也没有人家年轻少妇的温言软语征服男人的那套本领，你又高冷又慢热，你还想等着北京那些优质男生来追你呢？我觉得呀不大可能的啊！你到底拿什么跟这些女人去卷呀？
我建议大家哈，找对象你一定要找一个爸爸当家的，不管他们家是男孩还是女孩，如果是妈妈当家的话，他们家的儿子呀就一定会有点软弱敏感。要是女儿的话呢，一定就比较强势，脾气也很大，而且家族的观念啊也比较差，亲戚关系一般都不太好。就这样的女孩子，她格局啊也不会很大的。很多人啊可能会觉得我说的有点夸张哈，挑起男女对立，你试一试你就知道了。今天我来聊一个非常扎心的话题，为什么有些有钱的女孩在北京上海她非常难找对象。那有钱它是分两种的，一种呢是家里有钱，一种呢是自己有钱。今天我们就先说一下哈，家里有钱的女孩在北京上海她为什么很难找对象呢？因为这两种女孩在北京上海实在是太多了，全国有很多有钱家庭的女孩都在往北京上海跑，小到一个村长啊，一个国企的小领导，一个处级的干部，做生意的有一定规模的小老板，大到那种级别很高的官员，上市公司的董事长等等哈。但凡手上有几个钱的，咱不说几个亿哈，就说那些3、5千万的这种家庭的女孩，有一半都在北京上海，因为当地满足不了他们见世面的这些梦想啊。但是北京上海可以啊，而且这种家庭的父母呢，也不指望自己的女儿能挣多少钱，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事，开心就好了。而跟他们一样的男孩呢，都在老家，不管是家里搞房地产的，还是开矿的，还是做机械加工的，儿子都在家里守夜呢。而女孩呢，只需要实现他们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爱与自由就可以了。所以他们都来到了北京上海这样的超级大城市，最终的结果就是父母有钱的那些女儿都在北京上海，而男孩呢都在老家。全国各地有钱的女孩呀都往北京上海跑，那他们呢又都想找一个门当户对的男生，结果呀这种供需就严重的失衡了，所以他们是非常难找对象的。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大龄有钱的男生。来找我找对象的很多大龄有钱男生条件是真的好，他们当中呢也有很多人哈都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既要找一个温柔懂事的，又想找一个年轻漂亮的。那我就说吧，你只能选其一哈。有很多40多岁离异啊，有孩子资产过亿的大哥，想找一个25岁左右的。那么你觉得这个女生能图你什么呢？是吧？你自己也是从25岁这个年龄过来的嘛。你25岁的时候，你身边的一个女同学如果找一个40多岁的大哥，你觉得他图什么呢？你心里没数吗？怎么你自己成了大哥之后，你就想改变人性呢？即便你很有钱，你也只能在温柔懂事、年轻漂亮当中选一个。我敢说在北京现在有很多人他是注定进入不了婚姻的。这些年我接触过非常多的男男女女，其实我对中国未来的结婚率、生育率真的非常担忧。这些独生子女他们真的非常挑剔事儿逼啊，这样的人太多了，就连他们的父母啊都特别的事儿，他们只讲收获不讲付出的这些人呢，他们一定会被后来追上来的更年轻的人无情的碾压掉，然后还被岁月遗忘。不乐观的来讲，80后还没有结婚的可能有 50%， 这辈子都结不了婚了。90后呢也会有 30% 的是进入不了婚姻了，这里边会不会就有你？我想问大家一个事儿哈，你们现在的孩子上学放学每天都是要去学校接送的吗？其实全世界哈真的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孩子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上学下学都是需要家长接送的。中国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吗？为什么这个孩子上学放学天天都要去接去送呢？怎么我觉得还不如70、80年代的那会儿，好像这个就像社会倒退了一样。难怪现在这么多的妈宝男妈宝女20多岁了，他们找个对象都费劲啊，这感觉就像养废了一样。谁知道这是为什么呢？咱们到评论区讨论一下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们的孩子上学放学每天都是要去学校接送的吗？其实全世界哪个国家会跟中国这样呢？孩子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下学都是要天天接送的。中国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吗？为什么孩子上学放学还天天要接送呢？怎么我觉得现在还不如80、90年代了呢？这个有点像社会倒退了。难怪现在真的很多的妈宝男妈宝女什么都不会，就听父母的，20多岁了找个对象都费劲，这个就是真的感觉养废了。
谁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来，我们到评论区说说呢。为什么富家女一定要早嫁？一个普通的女人，你想想啊，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她要是成了老姑娘，她还可以降低奢望，找个普通男人结婚就行了。可是当一个富家女，她要是成了老姑娘那基本上她只有2个选择，要么呢，她就被迫成为扶贫办，要么呢，她就只能选择孤独终老。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来，咱们到评论区留言。我劝劝那些富家女你一定要早嫁。为什么呢？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她要是成了老姑娘，她还可以降低奢望，找个普通男人结婚就完了。但是当一个富家女成了老姑娘的话，那基本上她只有2个选择，要么她就被迫成为扶贫办，要么就只能选择孤独终老。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来，评论区留言。Hello， 把我们家猫猫也露出来了。我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关于好色的问题大家都在说这个男人很好色，你们以为女人就不好色吗？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女人比男人还要好色。你就举个例子讲，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哪个男人在某个女明星的演唱会上疯狂的叫嚣或喊着我爱你最后还激动的晕倒在那个演唱会场这样的男人我真的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过。反正我见过的基本上都是女人基本上都是一片一片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女人是根本不掩饰自己内心的好色的你看看生活中一些色相很好的男人他是根本不缺女人的。这也是为什么相亲市场上多金的男人是很多的，但是呢这个颜值很好的帅哥却是极少见极少见的。知道为什么了吗？我认识一个女性朋友恋爱一直谈得非常不顺，换了好几任男朋友了。她跟每一任男朋友呢，都是从美好浪漫的开始，到不断的争吵，最后都是不欢而散的。其实这样的过程你一定觉得没有什么好新奇的呀，再平常不过了，大家都会经历。但是关键的问题不是这个，这个是这中间甚至有动手打她的男人还不止一位。他跟我讲，他跟初恋同居的时候吵架吵得特别厉害，可以吵到凌晨，经常闹到邻居报警。最后初恋选择了放手，他也意识到自己的性格脾气应该收敛一点。于是他在最后认识的这位男朋友面前呢，表现的还是比较温柔的。可是仍然好景不长，2人相处了半年，难道又动手打了他？他每一次因为挨打就会来找我诉苦次数越来越频繁。刚开始我也为他很鸣不平我们都会觉得一个男人再怎么生气，你都不能动手打女人，这个是我们整个社会公众都无法容忍的事情，对吧？特别是女性。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他怎么总是会遭到男人的身体攻击呢？于是我就找到他最后的这一任男朋友了解了一下真实的情况，跟我们想象的真的不太一样。听完了原因，你可能会觉得他真的不一定是可怜的那一方。这位朋友她是一个说话特别直接，甚至有一点刻薄的女人，这一点我是了解的，所以她这一任男朋友说的话呢，基本上是属实的。他经常在因为跟对方有意见分歧的时候，表达方式只有一种，就是吵架，口无遮拦，没有理智，想什么说什么。他会因为心情不爽，专挑对方的缺点和自卑的地方进行攻击在对方的伤口上使劲的撒盐，冷嘲热讽，各种打压贬低。他常常会令对方恼羞成怒的。但是大部分的男人他又不太擅长吵架，所以导致男人看到他当时那副嘴脸的时候呢，就想给他几个巴掌来应付他。我听的真的是心惊胆战的。所以我在想可能我们生活中有的女人她是那种说话做事都特别容易激怒别人的人，所以她才会招来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劝一劝现在我们的男人在女人狂怒的时候，你能不能冷静下来，千万不要动手而女人呢，在恼怒的时候，你也要理智一点，别口无遮拦，什么都说。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在说，想找一个情绪稳定的人。问你一下你追求女人的时候是不是从来都用同一套战术？
有很多男人都这样啊，他们在追女人的时候呢，永远都用一套战术。他们自己也会发现啊，有的时候呢这好使，有的时候就不好使。比如说我最近有一个咨询啊，这男士呢30多岁了，非常成功，年入1000万。过往呢他追求女生的方式呢，就是一个砸钱，也都还行哈，大部分的时候呢这还可以的。但是最近啊，他遇到一个特别喜欢的女孩，他又如法炮制。刚接触的时候，大家感觉都比较好，女生呢对他印象也可以，挺积极的在回应他。结果呢，前段时间因为疫情嘛，大家见不上面，他呢就为了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结果呢给这女孩发了个挺大的红包，挺大的。结果呢，这女孩不但没有接他的红包，而且就因为这个事儿，决定不再跟他接触了。这个男的一下就懵了呀，哎，不知道这样错在哪里了，对吧？哎，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不是正常的一个方式吗？不是女人都喜欢钱吗？你们想一想啊，天底下的女人不可能都是一个样，所以你去追求女人的时候呢，先了解一下对方啊，了解一下对方的性格，去对症下药，知道人家的喜好、生活环境、家庭背景、内涵等等这些，你分析一下对方大概的性格特点，你再行动啊，千万不要一上来就是老一套，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你的方式的，对吧？这个时候是不是错失良机了吗？为什么有的时候有钱你也不一定追得到女人呢？啊，那女人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呢？答案啊，一定是那个能吸引她的男人，一定不是那些一上来就跪舔她的那些男的。所以啊，男生你在追女生的时候呢，你不要一上来你马上就去讨好她啊，你不要去跪舔她，那样只会让对方感觉到啊，你太容易得到了，你完全没有价值感啊。那女人基本上啊是不会爱上一个跪舔她的男人的。有很多的女人呢，最后选择的都不是那个仅仅能对她好的啊，女人最后选择的一定是那个既对她好，又能给她带来某种价值的男人，也就是你的价值感嘛，对吧？你才能吸引得到他呀。你比如说你形象好，你长得帅啊，那他呢从感官上就能够得到一些愉悦嘛。那比如说呢，哎，你比较有钱，那你可以给到他哎未来一种物质上的那种安全感，对吧？或者说呢，你就很有才华，他和你在一起能得到很多成长啊，你能给到他一种让他仰慕的那种感觉啊。或者说呢，你就情商特别的高，哎，能够给他带来无限的开心和快乐啊。做一个有幽默感的人，也是很讨女人喜欢的。我就见过一个啊，什么都没有这个男人，哎，他居然能够得到女生的真爱呀。两家家族这悬殊非常之大，但是女孩啊，就是不顾一切的要跟他在一起。那如果你样样都没有，那你就别说女生哎多么现实啦，多么慢热啦，哎多么矫情啦，多么难追啦。说白了，就是你自己魅力不够，知道吗？今天有一个女生来问我，说跟男生呢接触了有半年多了啊，他们俩呀一直都非常正常的在约会、吃饭啊、玩耍，但是这么长的时间了啊，男生就连她的手都没有拉过一下。她问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姑娘啊，你说你是不是傻？这还能有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你没有感觉，但是他似乎又觉得还行。在他的纠结中，你就已经成了他的备胎了呀。半年了还找不到感觉，那你还继续约什么会呀？赶紧离开他吧啊！就算他勉强的跟你在一起了，心也不会都在你身上的。有人说啊，嫁给爱情不如嫁给金钱。这个说法啊，一般都来自于那些受过爱情伤害的女孩。你的想法呢倒是不错的，不过呀，你的这个想法有点太美了。你想想啊，金钱就是那么容易嫁的吗？你是不是以为那些有钱人都在家里坐等一个不爱他的人，只爱他的钱的女人呢？那到底是你傻还是他傻呀？
Looking for you。 按说美女要嫁人还不容易吗？但是啊，现在确实有一些美女啊嫁人挺困难的。比如说王小姐，她就是这样一位嫁人很困难的美女。她这个问题啊，其实非常具有代表性。她的前男友呢，因为不想要孩子，所以俩人就分手了啊。之后呢，王小姐已经28、9岁了。虽然她长得非常的漂亮，但是年龄摆在这儿了呢，没办法，不得不走上了相亲之路啊。那相了一段时间下来呢，她相到了一位富家子弟，家境很好，对王小姐呢也是一见钟情，倍加珍惜。可是啊，接下去问题就来了。交往的初期呢，因为一次意见的不合，两个人呢就吵了起来。那王小姐一气之下啊，就不理这个男生了。男生就跟她道歉也是不行。最后呢，男生给她买了一个好几万的包啊，才算把她哄好。于是这两个人就和好了。没有过多久啊，男生为了能更好的稳定他俩的关系，就跟她提出了带她去见见父母。其实王小姐呢，心里还是挺开心的。但是她这个时候啊，面对对自己锲而不舍的男人呢，她那些毛病啊又出来了。她跟男生要求订婚的戒指必须是10万以上的价值。男生同意了。于是呢，他们就定好了见父母的时间。就在见家长的头一天，王小姐呢又跟男生提出了一个条件，说自己的父母啊明天过来啊，肯定要谈房产加上自己名字这件事情，希望男生呢到时候能同意。这一回啊，男生可就没有那么爽快了，俩人又吵了一架。这一次啊，男生不但没有答应她，并且跟她提出了分手。这一次算是失败了吧。于是呢，王小姐又继续的相亲，她又相了一位公司的老总。因为她的样貌好看啊，老总也比较喜欢，就请她吃饭啊。他们到了商场呢，王小姐呢就跟这位老总啊暗示自己看中了柜台里的某个包，试探这位男士会不会给她买。结果又让她失望了。老总吃完了饭就对她说了一句话：如果你是某某某某某人的女儿的话，那我现在就去给你买那个包。这句话怼得王小姐非常的尴尬。于是呢，这一次的相亲又告失败了。后面还有一次啊，她跟一位男士啊刚刚交换了联系方式，还没有见面呢。聊天中啊，王小姐就暗示这个男士啊给自己买苹果14的手机。男士直接就跟她哭穷啊。所以呢，都说男人爱你啊，就会舍得给你花钱。但是你们说啊，那些觉得用钱来测试男人的方式，真的管用吗？你知道为什么你总是找不到理想的伴侣吗？说白了，还是你太贪心了。你要是喜欢了浪漫帅气的男人，那你就得接受他桃花不断。你选择了事业有成的男人，那你就得接受他忙碌，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伴你。你喜欢纯情不谙世事的女孩，那你就得接受她没有那么懂事儿，没有那么理解你，甚至啊，她会有些作。如果你选择了成熟懂事的女孩，那你就怪不得她现实励志，太独立，也不够粘人。男人啊，都喜欢温柔独立懂事又纯情还善解人意的女人。而女人呢，电视剧看得太多了，都喜欢帅气多金宠爱又包容的男人。哎呀，电视剧里的男主角都是很完美的，但是我要试问一下啊，你能做到女主角那样的女人吗？这个世界是很公平的，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在对别人百般要求之前，你先衡量衡量你自己有几斤几两吧。建议你啊，多睡睡觉，多做做梦，梦里啊什么都有。很多人啊，婚姻不幸福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你们彼此太消耗了。女人不懂男人为什么一结婚感情上就不想多付出了呢？似乎已经不爱自己了。其实这只不过啊，源于男人啊，他们是目的性的动物，他们以结果为导向。他没有不爱你，他只是想把精力用在更加有价值的事情上，来为这个家庭的未来负责。你说我说的对吗？而很多的女人啊，结婚之后啊，还在一味索取，
希望男人继续跟她花前月下，继续给她制造心动浪漫，一如既往的对自己很好。这个呀，怎么可能啊？矛盾出现之后呢，就开始相互指责。其实他们都没有明白一个道理啊，爱情其实是有生命的，它也有出生期、成长期、巅峰期，然后它也会逐渐进入一个下沉期、平静期，最后它也是会走向消亡的。消亡之后呢，它要么就涅槃重生，化为亲情，要么双方就会走向诀别。那爱情在婚姻中到底如何保鲜呢？其实很简单，它就像一笔存款一样，你每一次的用心都是在往里面存钱，你每一次的伤害就是在往里边取钱。当取钱的次数多了，存进去的钱就取一点儿少一点儿。如果你存的越来越少，取的却越来越多，那最后你就把你的老本吃光了呀。所以经营爱情和婚姻只有2个字：用心。爱是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不爱了呀也是一样。为什么美女也会有脱单难的现象呢？其实说白了啊，美女们其实也是很卷的。你想一想，你满意的男人，别的美女恐怕也是很满意的。当你拥有他的时候，可能还有别的人在暗中勾搭他。所以美女们也一样啊，你要有竞争的意识。最后呢，真正能取胜的仍然是性格。而且美女们有几个硬伤，基本上是共性的。第一，她们要求极高，对男生的经济条件、身高、颜值、学历、家境、情商、智商、性格、脾气等等等等，要求都非常非常高，几近完美。第二点啊，他们说自己很慢热，其实慢热是什么意思呢？你懂的嘛，就是需要男生拿出12分的诚意和精力时间来追求他，直到让他有好感的位置。可是呢，比他抢手的男生一听慢热就烦了，不追，放弃了。第三，他们啊总是站在关系的制高点上审视对方，去判断对方你做的好不好，你做的够不够，我是否对你的付出表示满意啊。他们往往呢都忽略了啊自己也应该为对方付出一些什么呀，所以往往他们更容易吸引一些舔狗。第四啊，他们被一个个的前男友都捧杀啊，捧杀惯了的，他们的这种脾气一般都不会很好的。美女呢多多少少都有一点作，但凡啊发现一点点问题啊，他们就立马想放弃，然后换下一个吧，完全不想花时间去磨合去培养。所以他们呢总是在换下一个，换到自己对谁都没有感觉了，这样还怎么脱单呢？你说是不是？我最近接待了一个87年的女人哈，一上来啊就吐槽跟她相亲的男人。她说这几个月她相亲了10几20个人了，但是她发现现在的男人太抠了，没有什么格局的。这些男人当中只有一个正儿八经带她吃了一顿饭，其他的呢要么就请她喝个奶茶，要么就请她逛个公园，要么呢就喝个咖啡，而且相亲完了之后没有一个是主动把她送回家的。这个时候啊他就很感慨，那以前呢那些男的格局就特别大，跟他相亲不但带他吃大餐，而且还给他带小礼物，最后呢还会把他安安全全的送回家。然后这时候跟他一起来的闺蜜啊88年的也附和着说我呢反正是如果男人跟我相亲提出来喝什么奶茶呀逛公园啊，我直接就拒绝了，我接受不了格局太小的男人，我愿意下半生自己一个人过。我想说啊，你们真的是被男人给宠坏了。你看看你们20几岁的时候，人家又送礼物又送你回家，还请你吃大餐，然后呢你不是也一句不合适就黄了吗？而相亲这些所有的消费，你是不是1分钱也不用承担啊？那你觉得对男人公不公平呢？再说了，以前的男人也请你吃饭了，也送你礼物了，还送你回家了，你不是也没有同意人家吗？你现在说这些不请你吃饭的男人格局太小了，那些格局大的你不是一样也拒绝了吗？你说这个男人格局太小了，太抠门了，是他们单身的原因，可是你也单着呢，那你是因为什么呢？那你要是格局大的话，你为什么不请男人吃一顿啊？